前文再续，书接上回。上回说到我这个弹钢琴的对门，谁呀？他家最过分的不是弹钢琴，而是在国内也挺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会把厨余还有其他生活垃圾经常放在门外，等出门的时候再在楼下扔掉。这不让自己家有异味的想法挺好，就是楼道里是什么味儿他们就不管了。而且我们那防火门常年关着，小空间里就这么3户公用的过道，夏天的时候那味儿。而且这家更过分的点是，偶尔你能见着那用过的卫生巾不单独放的袋子，混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，往袋里一放就扔在门口。有一次晚上叫了个麦当劳，深夜12点多了，小哥挺辛苦的背着大箱子上来了。我那房子小，能听见有电梯开门声音，我就站起来走到门口准备开门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外面有脚下一滑的声儿，接着就是听到有什么东西撞墙上，然后又似乎有摔倒的声音。我赶紧打开门，就看着送餐的小哥差点背着箱子来个大劈叉在我面前，右脚套着一个被踩烂的，里面一堆厨余和生活垃圾的烂塑料袋，鞋上还沾着半个卫生巾。小哥看我开门，跟我还抱歉的语气说，他家这垃圾都放过道中间了，灯又太暗。他说他那箱子里还有给后面的客人要送的餐。小哥把箱子放地上打开查看，我看到给我的可乐什么的明显已经洒了不少，汉堡什么的还好，我这只能一脸难堪的笑着跟人家说，我们这情况没素质的太多。是，正上方每天早上打豆浆。我这正上方这家是每天早上5点50左右，准点有豆浆机工作的动静。他们家虽然是在我正上方，但他们家除了早上打豆浆之外，其他动静几乎完全没有。有一次在清早在楼下买煎饼的时候还碰上了，聊了几句，是个挺帅的小伙子，感觉人挺好的。楼上斜对门的孩子弹钢琴。在我和对门发生矛盾的那段期间，这些上方的住户忽然开始每天早上准点5点50到6点20也开始弹钢琴，非常基础的指法练习的声音。然后每天傍晚17点到20点不定时的长时间练习，后面还加入了拍手打鼓和其他类似蹦跳的动静。后来这弹钢琴的我也上去找过，也大吵过。然后那个孩子妈个子那个矮，能有1.2米，但能量那个大，在楼道里听我说我对他们家孩子有意见的就爆发了。那杀猪般的大喊大叫，以及夸张的嗓音喊着说，我们家孩子还要学跳舞呢，还要带别的孩子一起来跳。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在那么高分贝的环境下存活下来的。而且人家这孩子都能跟着冲出来一起骂，能做到一致对外，这是我对这一家人的唯一赞赏。你想象一下那画面，一家3口，男的女的加一孩子，一块发狂，一块跳着脚跺着地，一块指着鼻子骂街。3个血盆大口，我都不知道该看谁的喉咙，看哪位的嗓子眼儿更深，哪位有蛀牙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这个房子毕竟不是我的房子，也不是我租的，人家无偿提供给我妈来住，又不是给我住，所以我也不能太过分。但是你说这谁是过分的那个？没辙。6. 楼下空地儿，1周7天，早晚8点准时广场舞。终于说到楼外了，我们小区的楼下
每天早晚8点左右，这个小区楼下会有广场舞。我想这个东西我不需要过多描述，大家也能体会。那漏爆了的动词大词的音乐，加上不知道是什么组织研究出来的尴尬动作，还有那各个脸上洋溢的退休金花不完的经典笑容，一直有很多网上的那些所谓的道德高点的人在那儿逼逼，说的让老年人活动。你让这帮人活动没问题，但代价就不应该是我们这些需要安静的人。但你们那音量弄得我们夏天连窗户都不能开，开了窗户，屋里就得喊着说话。广场舞不是不能跳，但是完全可以把那音乐开小点。现在有很多那种广场舞团统一发蓝牙耳机，虽然看上去有点怪异，但是起码不扰民啊。而且就你们那音响的音量只控制在你们跳的能听见不就完了吗？有必要放那么大声，让所有人都得听着吗？声音不开大了，没劲儿是吗？但凡广场舞群体都能做到适合的音量，发生冲突的新闻事件起码能减少1大半儿。7. 小区外马路上烧油的玩具车。这个期就比较味儿了，大概是每周会有那么2次左右，有时候上午，有时候傍晚或者晚上。他玩的似乎是那种烧油的玩具车，车子不大，但应该是发动机的，因为那跟电钻似的，我住在图里画圈的位置，横线的马路就是他玩车的地方。那小车的发动机的声音特别大又特别尖锐，他就在这马路上来回。但您那车不弄个降低噪音的什么装置吗？不太懂。不过最后在整理着小区资料的时候，百度出来这么个事，你们应该拿出当时帮着广场舞说话的劲儿来。那么厉害，怎么这事儿还搞不定呢？所以这事儿我看挺好的。以上这7条，就是我住在这个小区里所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其实这个小区当年周围还是挺好的，马路对面就有个很完整的农贸市场，肉、蛋、奶、水果、烙饼、馅饼、服装、小商品，什么都有。往北走还有公园和地铁，距离万达商圈也不远。不过我知道的是，前些年那农贸市场就给拆了，不知道现在那块地用来干啥。2011年在西野里住的时候，我就把小时候住的玉泉路的西7楼的那个房子租出去了。这个住户吧，就是下一期我要说的情况了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車の窓を開けて君は風にはしゃぐ。なんか最近悩んでた。聞けないままの感情線、遠ざかる景色に置いてきたものは何？仲間たちの